记着，王桂林，你欠我的。 于志德，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好，感谢你的配合。我们会把你移交给检察机关做下一步处理。有件事儿，我想麻烦你。你说。 未来，如果青铜改制成功了，请你务必要告诉我。如果青铜在王桂林手里被搞砸了，可要麻烦你告诉我一声。我在监狱里等着和我的好兄弟重聚首。 你这个计划完全没问题，可是实现起来完全不可能。太极端了吧？那也没你这个计划极端。你看啊，在这个产业链里，你有2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一个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集合，你得把那么多的小厂都游说到你的旗下。啊，这一点咱们可以乐观的想象，你能做得到。你可以把整个江州以精通为主体。 演变成一个大的电子市场，达到共荣的目的。可是第2个问题，你无论如何克服不了，就是资金的问题。咱们手上这7个亿，只能用在1个地方。记着，1个，要不只针对咱们厂来一次技术更新，要不就投资你想象的这个产业链。那些钱只够你选择1次。 而你这个计划呢，又必须是2个条件同时具备，怎么办？缺的那个7个亿，你到哪儿去找？政府肯定不会再给你追加投资了。要不，你可以去红十字会去打听打听。我总是觉得这件事肯定还有办法，所以才找你来商量。你这一通话。 很能一棒把我打死，我当然要一针见血了。我不一棒打死你，谁打死你？你还指望我给你甜言蜜语啊？喂，是陆总监吗？我是王桂林。好的，好的，是王厂，再见。王桂林说想明天跟我们见面，讨论购买软件的事儿。太好了，估计我们就快能预签合同了。真是没想到，1天之内发生这么多变化。是啊。 我要跟总部汇报一下，精通这个项目有了这么乐观的进展，他们应该把史蒂夫举报你的事儿一笔勾销，啊！啊，你先回去休息，咱们明天见。关总，你也早点休息吧。哦，对了，我都还没来得及跟您拜年呢。哎呀，今天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用一句
应景的吉祥话来说，应该叫祝咱们年年有今日。来，贺董新年快乐！新年快乐！なぜですか？ユージーダは逮捕されたんですよ。あの金は戻せるでしょ。あれ、私の金ですよ。なぜ返さないんですか？土井君、君冷静になってよく考えてみたまえ。君がユーズーダに渡した金はいわゆる贈収賄行為に当たる。もしユーズーダに何一つお咎めがなく人頭の改革が失敗に終わった場合、我が社が君のために残像市の検査委員会に掛け合い返金を要請することは不可能だ。我が社のイメージダウンにつながるからな。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ジントンと会社は全く関係がないって言うんですか？あの金は私が SC に代わって出しただけなんですよ。君の心境をよーく理解できるよ。だがね、私が君に言いたいのは、この時期に我が社が表立って動くのは非常にまずいんだよ。もしどうしても金を取り返したいのなら君個人で交渉すること。君の金であることは SC が証明しよう。しかしね、この決定を下したら我が社は君との関係を一切断つことになる。もちろん SC の社員としても認めない。問題が生じた場合、全て君の自己責任となる。これは現在我が社がアプリケーション販売の件で交渉中の上海 MBT 貿易の関連ファイルだ。社長のリュウ・ジュンは私の古くからの得意先でな。今回の取引はすでに契約の段階にしている。契約金額はファイルに明記してある。あとは君が信頼できる部下に指示を出し契約書にサインしてもらえばいいだけのことだ。それとな、君が不愉快なのはよくわかるよ。しかしその仏頂面どうにかならんのかね。それとも何か上司である私に君の機嫌を取れってか。いずれにせよその態度次回から改めるように。いいな。Congratulations, Chung. Thank you. The headquarters and I believe you made a great decision, and the project's future is optimistic. Wait a moment. So while you go to Jiangzhou to sign the contract, your U.S. co-workers will be celebrating with champagne. I hope this trip to Jiangzhou will sell out the project. Chung, I'm not only conveying my congratulations to you, but I also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else. What is it? The headquarters has decided to send a sales executive with you to sign the contract, and you can give the credit to him for the project. After the signing is complete, you and Frank can continue on with your work. What? Look, Chung, the headquarters is not questioning your abilities. We just think you can help us find other opportunities when this is over. In fact, after this project is over, there will be many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namely some financial problems. So we think we're saving you some trouble. I have one question. Is he in America? Okay. I understand. Bye.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之前负责改制的于志德因为贪污问题已经被监管起来。从今天起，精通改制由我全权负责。很抱歉，在改制的关键时期，让大家经历这样的人事变动，但这些问题不会影响改制的进度。今天跟大家开一个通气会，以后各位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虽然负责人换了，但之前各位的状态我心里有数，所以不用担心会有什么影响。您是在担心乔丽没去会有什么影响吗？到了那边观察一下再说吧。老方，在精通这么些年，我做过很多左右两难的决定，但都没有今天这个决定这么难。你准备办理退休吧？把位置让给年轻人，趁着他们心里还有股冲劲儿，脑子里想的事儿还干净。把精通交给他们，比交给你，或者像你一样状态的人，让我放心。老王，我虽然说是走了一段不应该走的路，但是要论经验，整个精通厂没有人能跟我比呀。你就这么把我给废了？经验，爱用这个词儿给自己增加分量的人，他们所谓的经验，多半是一些肮脏的过去。要说经验，这个厂子才算是有经验。他成功过，辉煌过，可到最后还是输在了自己的经验里。所以经验救不了精通。能救精通的人不一定有经验，但必须有锐气，有自己做人最起码的底线。我就是要带着这么一批人，跟着我心无杂念地冲出一条血路来。老方，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还是这样的人吗？王厂长，好久不见。你好。你好，这位是我们赛斯的大中国区总裁何成峰何总。你好，王厂长。你好，幸会。辛苦两位，还专门为我跑一趟江州。来，请。啊。哎，今天何总呢亲自来了，实在是不敢当。说实话，跟贵公司接触这么久，连陆总监我都很少见到，一直是乔小姐跟我单独接触。王厂长，要不您看这样，吃饭时间快到了，咱们找个地儿边吃边聊。不用了，吃饭的时候我不聊正事儿。这世上没什么大事儿不能在办公室里解决的，往饭桌上一拖，20分钟的事儿怎么也得扯上2、3个小时，所以吃饭就免了吧。等谈到签合同那一天，我请二位。王厂长果然雷厉风行，那咱们接着聊。好，那我就长话短说。
坦白的讲，市面上能够为我们提供类似 AAM 软件系统的供应商呢，不止赛斯一家。但我们沟通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常见面，但是陆总监的努力我是看到。而且赛斯的整体技术是很有竞争力的，所以我会考虑跟你们合作。太好了，王探长，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在您目前的计划当中，我们赛斯是首选的合作伙伴？谢谢。您继续。现在这个项目还是乔丽负责吗？是这样的，乔小姐已经离开我们赛斯了。不过您放心，我们还是会派出能力相当的销售，在接下来的合作里跟您沟通的。好，明天我会去一趟上海，做一下周边电子市场的价格评估。后天晚上我们争取时间开个会，到时候陆总监可以帮我详细的介绍一下 AAM 软件系统了吧？当然。好，王探长，衷心的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希望合作愉快。谢谢。谢谢王厂长。不打扰了。王桂林这个人，大概是软硬不吃的。我们跟于志德用的那一套，在他这行不通。你呀，还是要再去说服乔丽，后天，请他务必要出现。以王桂林对 AAM 的兴趣，我想我有办法说服乔丽。你找我有事吗？这是 NBT 的单子，已经等得差不多了。你就找他们老总刘俊，签购买合同就行，购买金额都在文件里。咱们应该就靠这个单子来完成这个季度的销售额了吧？对。放心。我会办好的。我相信你。行了，出去吧。好。车小姐，
怎样？准备好了吗？马上。我刚打过几个电话，和咱们要去的工业园都联系好了。 谁呀？儿啊，您来了。睡太晚了。椅子不错。坐着挺舒服。班长，您要是喜欢，我给您弄一把。我消受不起啊，不配。 哎呀，把这椅子给我搬到大门口，给看门的王老头，他腰不好，早该有把好椅子坐着值班了。去。好了，好了。你给我听着啊，要不就老老实实找把凳子，给我好好坐着干活；要不就滚回家睡觉。 自己选择，哪样我都行。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他能可着劲儿保卫你，可在京通有你没你都一样。走。到了上海以后，咱们先去昆山、张江这2个科技园区看一下。那边的电子产业链是目前国内最完善的，科技含量也最高。我以前工作的外企公司就在昆山，可以帮咱们联系一些那边人员。可以。 啊，我是。师傅，麻烦去上海站。啊，好的。王长，你有什么想法？软件必须得买。 没有技术支持，产业链做得再大也没用，工厂照样无法顺利地进入市场。我们今天参观的几个地方，都是靠软件的技术在保证产业链的运行状态。但是软件购买以后，产业链也必须立刻建设起来，不然我们的软件等于白买，而且没有市场给我们供养。光靠精通现在的单一化供销方式，我们还等于没有完全从根本上进行改制。
是啊。小姐，是去金赞可对吧？对。师傅，你先等一下。怎么了？我们原路返回吧。小姑娘，你是出来兜风啊？不是，不好意思啊，麻烦你把我拉到上车的地方。好吧。谢谢。一到过年，连上海都变得这么冷清，路上车这么少。是啊，像京广沪这样的城市，过年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座空城，当地人都在家里过年，外来打工的各回各家了。也就这时候的上海，还比较适合人类居住，出门不堵，也没那么多噪音，生活节奏一下就慢下来。小孙，前面靠边停一下。趁着清静，下去走走。你回酒店房间等我吧，我一会儿回去再找你聊聊啊。好看吗？看来你很需要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呀。顺道路过。顺道？怎么个顺道法？在江州吃完晚饭，顺便到上海来散散步、消消神儿？找你，有话要跟你说。外面太冷了，去我那儿坐坐吧。我来吧。箱子给我吧。让我来这儿坐坐。可你这儿哪有地方坐啊？哪像个女人住的房间？这不是乱世出家人吗？像那种一起床就收拾屋子、打扫卫生的日子，结婚以后再过也不迟。那房子乱成这样，不觉得氧气不够吸啊？瞧这堆的，没点建筑常识还真堆不成这样啊！你来找我就说这个。你喝什么呀？有果汁儿、牛奶，还有茶。茶吧。这京东的单子
真的不打算再跟了？我是看够了陆帆那张脸了，天线宝宝都比他有人性。有这么说老板的吗？他也是身在其位，有些事儿不得不那样做。这句话我已经安慰过我自己很多次了，就不用你再帮我催眠啦。就算是我成了你的客户了，你也不打算再回赛斯做销售了？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很需要我？可以这么说。其实，就算你真的跟赛斯合作了，他们派给你的销售只会比我好，不会不如我。为什么是我呀？因为有你在这个项目里，才让我对和赛斯的合作有一些美好的想象。看来我自己的销售能力比我自己想象的要好。行了吧，就你那一根筋儿的销售，且得再锻炼几年才能称得上是专业。那为什么是我？说呀。因为你干净。我干净？不是那种天天洗澡的干净，是你的眼睛干净，能让我看到你脑子里想的事儿也干净。我之所以不愿意在赛斯工作了，是因为我越来越不信任陆帆了。可是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愿意相信别人的人，因为生活里没有了信任这2个字，那太可悲了。但是我现在愿意重新回赛斯工作，因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不会像陆帆一样把我当棋子，或者干脆当成炮灰。我现在真的是孤注一掷了，我把所有的信任都压在你身上，你可得负得起这个责任。如果连你也骗我的话，那我真的要报复社会了。你说这些话让我觉得压力很大。以我这段时间对你的了解，让你骗人比让各部门的发言人说真话还难。我明天才会回赛斯上班，所以现在我跟你还不是客户和女销售的关系，对吧？红辫子，你给我点地儿，让我冷静冷静。Frank， 何总，明天开会要准备的东西，我这边都备齐了。乔丽呢？他没有回复我。有些事情确实不好勉强。
明天我们就努力吧。我相信，王桂林之所以选择我们赛斯，跟乔丽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至于因为他而影响全局。是。早点休息吧，明天见。哦，我预定了菲利酒廊的包间，如果合同顺利的话，我们去庆祝一下。好的。来。现在的小歌手，男的比女的还娘娘腔，一句我喜欢你，翻来覆去唱半天，搞笑的嘞。前面靠边停吧。好的。让我等待了，不要再迷茫，再徘徊，再停下来啊！不要让你孤单，你伤心了，再没有痛，没有苦难了，狠狠去爱，去痛，去温暖你啦，啦啦啦。1块是吧？爱我吧，想你想你想你啊，傻傻的我等着啊。王桂林在这份报纸上读出了一个可能性，这让他一阵兴奋，因为这个可能性也许会完全改变现在精通被动的局面。他迅速在心里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也许会救活一个场子，但肯定会伤害一个人，一个在这段时间里始终坚定地站在他身边的人。王长，我想到办法了。王长，这么干确实是出其不意，但是赛斯他们会不会很生气？再商言商，我们不能顾虑那么多感情了。为京东考虑，我们只能这么干，也必须这么干。那明天我们就赌一把。我现在真的是孤注一掷了，我把所有的信任都压在你身上，你可得负得起这个责任。如果连你也骗我的话，那我真的要报复社会了。乔丽，谢谢你赶来。王桂林说过，一旦确定合作，他就会请吃饭。照这样看来，这个项目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您好，
王桂林先生订的包间，请跟我来。请。来了。陈家，哎，客人到齐了，好，请大伙儿都坐。各位请。来，请。把酒倒上吧。不用了，谢谢。于志德的事儿，想必大家也都听说了。从京东启动改制以来，两家公司都很关心京东的改制和发展，也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不管是 SC 的市场活动，还是赛斯的行业峰会，都让我还有京通的工人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但是在京通这么大格局的变动情况下，于志德还揣着私心，携款潜逃，目无法纪，给两家公司还有京通都带来了损失。我先自罚一杯。这第二杯酒呢，我要敬何总还有高木总裁，两位是大的外企的中国区总裁，为了变革中的京通能够跟我坐在一起，我不胜感激。我先干了这一杯，以表谢意。来，二位先不要着急，我这第三杯酒是想跟两位老总喝的。先等我把话说完，你们再决定要不要跟我一起举杯。酒倒上。京东改制，国家拨款7个亿，这些钱本来是要向各位购买软件更新的，但是在我王桂林眼里，这些钱还有用途。京东想要发展，一定还需要一个和新技术相匹配的产业链。否则的话，即便是软件技术达到标准了，它依然会是一潭死水，不能进入真正的市场。所以，我还要更新硬件，要租新的厂房，要整合江浙所有的产业链。但是如果我把钱用在这上面，等办完这些事儿，我就身无分文了。那么京通的技术改造还要不要做呢？我也可以告诉大家，一定要做，不做就适应不了新的市场，不做京通的改制就是一纸空文。各位都是在欧式经济体制里工作多年的行家，资本运作比我懂得多。今天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我对软件购买的最后决定。两位老总，你们谁能帮我解决这7个亿资金问题？京通的技术改造，就由谁来做？我现在很想知道，
我王桂林还能不能和两位合作？王站长，我们 SC 一直是希望有你合作的。谢谢。期待合作。那我就谢谢二位。哎，我也要马上赶回京东了。那我就在江州等着二位好消息。好的。我们一定会尽快做出决定。好，行。再见，拜拜。我自己回去。小磊，王厂，现在出发吗？走吧。我6点之前还得赶回江州，市里有个会议。今天发生的一切，我会给你一个解释。你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不像是真的王桂林，但比较像是王厂长的。乔丽的愤怒很难自控，她几乎是逼着自己镇定如常地从王桂林的视线里离开。这些日子以来，她一直不顾后路地选择相信王桂林，选择成为他的队友。即使在劣势中，他都愿意陪着他以卵击石。他以为自己已经被接纳了，两个人已经有了默契。但没想到，当世事浮沉，王桂林站到了决策者的位置上时，即使前一晚两人还那么亲密，但公事面前，王桂林依然会做出让他措手不及的决定。他依然不被接纳，不被相信。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跟他比起来，于志德要的反而是小钱了。没想到王桂林一开口就是要7个亿。王桂林这是要把我们和他拴在一起，共同去赌京通的未来发展。如果不是对企业有这么大的信心，他不可能这样决定。那您看，咱们真的要考虑他的提议吗？先向总部汇报吧。美国人这么重视这张单子，我想咱们暂时没什么发言权。まさか方向が間違っていたとは。意外にも今回のジントンの件には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ません。こっちにもまだチャンスがありますよ。まあ手直しのようなも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のチャンスを必ずものにしましょう。この件は私が本部に相談してみる。君は余計なこと考えず、今与えられてる仕事を着実にこなせばいいんだよ。
the situation has suddenly become like this. Yes, it was so unintentional. Chung, the headquarters will meet to discuss this, but right now the situation is very risky. We are foreigners, and in China, the market is controlled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we don't understand this. But the boss wants to take a step. I agree with your point here, but the next step needs to be very careful. Chung, I know you've risked a lot for this project, but you must slow your pace down. So, for the print project, World Headquarters send the number sales Esakino to oversee it. That's not necessary now. Since the project signing isn't possible, you need to work on this quarter's sales figure, so please work harder. I understand. The company wants stability, and we all may need to send Americans to take control. In that times, we have to deal with it also.出什么事儿了？没出什么事儿啊。我妈来电话了，说3个月不晒被，6万满厨陪你睡，吓死人了。行，装吧，你接着装。上次我看到你把房间收拾跟殡仪馆一样，就是你跟陈川分手那段日子。今天又是怎么了？我本来就是想擦擦镜子，仔细看看我自己这张脸是有多好骗。我这个人就跟这房间一样，乱是乱了点儿，可是我愿意把我最真实的一面给我在意的人看。我发现到了最后，我的真实1分钱都不值。和两家外企见面，你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们以后，这几天有反馈吗？暂时没有。我想他们消化这个决定也需要一段时间。桂林呐，你想把江州打造成电子城的计划是好的，但是坦白地告诉你，对此我没有充分的信心呢。现在的京通，就像是一辆停驶了很多年的车，政府的期望是想让它尽早的开起来，能够重新启动。在这个过程里，我不希望有任何的失误。于志德这样的损失，我们再也承担不起了。而你的计划，是希望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京通进行大换血的改造，那么最后的结果或许会是其他的零件配不上这么新的引擎，而统统罢工，车子散架，车上的人也会全都因为急刹车而摔下来。这些问题，你能够完全避免吗？刘书记，京东啊，如果不做大的改造，即便是重新启动了，它也只能缓慢再往前开一段时间。
他还会再次停下来。我这么做，就是要让精通重新回到正规的赛道，去和市场进行竞争。我坚信我的决定没有错误。桂林，于志德的事情发生之后，政府很难再给任何人放手一搏的自由，你也一样。所以，你对我的口头保证，不能证明什么。刘书记，我不是在向您保证。现在这个阶段，我不能给任何人保证，包括精通的工人。如果精通是一台机器，我不会这样做，我会慢慢的重新打磨它。我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只有一点：精通是由人组成的，我相信人的潜力。只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引擎，他们会迅速的适应。好吧，那就先按照你的想法接着进行。但我还是那句话，你身后会有很多人看着你的一举一动，只要形势稍微失控，我们随时会叫停。我明白。你没事吧你？刷牙刷了半个小时了，要不你就好好休息，别去上班了。不就是损失了点感情吗？又不是伤筋动骨了，有什么好休息的？人家都是平时冷静，出了事儿才系统崩溃，你刚好反过来，凭什么傻的没尺度？一出事儿，你倒摆出一副成功女性的样子啊！万国企业以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这意味着中国境内所有内外资企业统一了全部税制，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时代正式终结。一视同仁的市场环境将让内外资企业在同一平台上展开公平竞争。请进。何总。好，你看了吗？看了。一直就有这方面的消息，现在终于落实了。那美国总部那边有什么动静吗？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以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到现在才公布这样的决定，已经不算太早。对于我们来说，唯一的变化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只有国企、民企和公司人这3种身份。外企白领这个富有优越感的词将不复存在。我打算回趟美国。总部找您？不，是我有问题要找他们。哦，这是我在 SC 内部的联络人。上次和 SC 一起向宇智德汇钱的时候，这个人帮了我们大忙。他最近会有单子给我们，我把你的电话留给了他，请你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是。谢谢。总算是签了。刚刚那个客户可
可真难缠。这可是我成功签下的第1个单子呢。是不是很有成就感？说的夸张一点，跟这个客户纠缠了这么久，刚刚他终于要签的那一刻，我居然有种手刃仇敌的快感。你知道吗？我很喜欢这个样子的你，这样的你，像一个女猎手。你和客户说了那么多的话，嘴唇都干了。是吗？也借我摸一些好吗？我直接这么摸就好了。你好，欢迎光临。我没想到联系人会是个女孩子。是啊，一般的女孩子不会出来做这种事的。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边是底价和产品说明。你派人去 MBT 的时候要通知我。好。没什么事儿了，你回去吧。你一个人没问题吧？没事儿，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那好吧。
Frank， 还没睡吧？还没呢，请说。啊，我想在总部找的答案已经找到了。我现在告诉你我的决定。精通这个项目，我们要跟下去。哦，总部同意了。不，我的这个决定跟总部没有关系。我问你，乔丽她有没有回来上班？有，可是他现在的处境挺尴尬的。本来叫他回来是因为他跟王桂林的关系，还有我们精通项目胜利在望。可是王桂林老奸巨猾，现在做出这个决定，对他打击很大。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分配给他什么任务。您觉得应该怎么安排他呢？我估计他应该撑不了多久，还是会自动辞职的。Frank，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稳住。我们的目的是让乔丽最终在销售合同上签字，这一点对你我而言至关重要。哦，为什么？现在不方便解释，明天我就回来。等我到了上海，我们见面谈。那我知道了。琳达，之前精通的项目辛苦你了。虽然现在暂时搁置，可是你的努力，公司都看在眼里。没事 ，Frank， 我只对放在我手里的单子用心。精通这单子我做起来名不正言不顺的，所以并没有尽心，只是尽职责罢了。琳达，你什么事情都分析得这么清楚，活得不辛苦吗？把事情想得清楚点儿。没什么好辛苦的，反倒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演起来倒挺累人。我得好好把你留在公司里头，跟你说话真的舒服又省事儿。给，这是 MBT 的单子，底下是我出的一份参考报价。这份单子我亲自交到你手里了，挣了多少都是你的，所以你仔细把合同看一下，下午去趟 MBT， 争取立刻签单。太好了，Frank。谢谢你，交给我你放心。嗯。Frank， 我回来了，我们见个面吧。好。再见。何总，您刚回到上海，都不用倒倒时差休息一下。还有，今天为什么约在这里见面呢？我就是想从办公室里走出来，面对这座城市，好好的感受一下。我这次回去，向总部递交了辞呈。何总，你不用担心我的离开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因为迟早你也会离开。何总，其实我电话告诉你，我找到了答案。对，那是关于我自己的。我从24岁加入赛斯，这么多年，他之所以吸引我的，就是他给了我一份清晰而又合理的职业规划。你只要按照这个规划去走，你的人生就不会偏离正轨。也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差错。作为一个华裔，我一直遵循着这个方向，甚至我已经把它当成了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可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对于这家美国企业，我只不过
是个有使用期限的工具。精通的单子快要成功的时候，总部拼了命的要给我们派一个美籍总监来。这个单子停滞了，他们又逼着我去抢别的单子。作为中国区的总裁，我不光没有自己决定进退的权利，甚至连保护我自己员工的能力也没有。所以我回去，我要问一问，在我的职业规划前景图上，到底有没有明确的表明，我在这一刻应该怎么做，我能怎么做？可惜啊，当你老了，你没有任何竞争力的时候，你的那份职业规划也就毫无意义了。没有人会给出你任何的答案。曾经在我人生中起着指南针作用的那份职业规划前景图，在美国总部的人事部门里，只是他们放在抽屉里的一张废纸。我不能接受坐在这个位置上，还要听命于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这不是权利，是尊严。所以我辞职，离开赛斯，自己创业。我要成立一个外包公司，反过来跟赛斯合作。我要负责向精通提供它所有产业链上的设备。7个亿的资金，我想办法向银行贷款。我现在想问你，愿意跟我一起做吗？当然，你还要暂时留在赛斯，负责盯着乔丽把单子签下来，并让他留在这个位置上，以保证你和我外包公司的安全。在这之后，你辞职，到我这儿来。我是很希望能和你在一起，白手起家，共同创业。Frank， 你还年轻，现在做出这种决定，对你来说可能是年少轻狂，但总好过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再后悔，那就晚了。怎么样？你愿意吗？抛弃你现在丰厚的薪金和各项安稳的待遇。何总，我从来就不是赛斯的人，但是我始终是你的人。我知道，我没有看错你。好，那我们就商量一下，再去会一会那个王厂长。回来之前，我跟他通过电话，我告诉他，我会给他一个能带来双赢局面的合作方案。这个计划里，我和你都是安全的，唯一要承担风险的是乔丽。她不光要负责把合同签下来，还要一直守在精通和赛斯的这个项目上。如果后期出现什么问题，她会是第一个被问责的人。可是我只能把她推到前面去，这对她也许不公平。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由不公平的连锁反应所组成的。我希望乔丽能学着接受这一点。抓紧时间跟他聊一聊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牢牢地稳住。我知道了。雅妮，刚刚 MBD 的人告诉我，今天赛斯派人去抢我们的单子了，而且他们给出的价格刚好比我们的价格低一个点。我也很想说我自己，我的判断是错的，但是这个单子
我只给过你相关的文件，我不能让自己相信赛斯是凭空猜测出我们的价格底线的。涂江，干嘛怀疑自己的判断力呢？哦，对了，正好要给你的，我要去赛斯工作了。MBT 这单子呢，就当我送给赛斯的见面礼吧。各位同事，今天我就要离开 SC 了。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晚上我们聚一下，就当跟我送行吧。我想涂景总监一定会来的吧。小丽，快下班了，一起吃个饭吧。吃饭？是不是我在王桂林那儿没什么作用，所以又打算劝我辞职啊？你多想了。如果只是吃饭，那就算了吧。有什么事儿在这儿说。我现在真的没心情去吃那些法国大餐，半生不熟的，想想都觉得累。如果你累的话，我送你回家吧，在车上还可以聊一聊。想想，不用挤公车，不用挤地铁，还是挺开心的吧。你看起来很累，今天很辛苦。对，很辛苦，得假装自己特别忙，没事儿也得找事儿干，不然闲人的身份就暴露了。我觉得你的状态不是很好，虽然我们的关系已经不比从前。可是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那个随时会跟我吵架的乔丽。我总觉得这些写字楼也是有生命的。如果有一天上海全城停电，停了整整1晚上。写字楼里的所有生命系统都被切断了，没有灯，没有中央空调转换空气，所有的电动窗也都打不开了。到了第2天早上，我觉得这些楼会一栋挨着一栋，流出很多很多的黑色液体。这些液体是我们这些在楼里工作的人生产出来的。我们想赚钱的欲望，失败后的委屈，人和人之间的猜忌、防备，所有的负面能量，其实都被写字楼默默地消化了。我们一个人偷偷地在厕所里哭，在走廊里一个人发泄怒气，其实都是把心里的垃圾倒给这些写字楼。所以只要下了班，走出楼，我就尽量的不让自己去想在这些楼里发生的一切。但是我知道，清楚的知道，那些东西不是不存在。
小丽，上海这座城市常住人口接近2300万，其中有1000万是外来人口，而这些外来人口里，有很大一部分就在这些各式各样的写字楼里工作。或许在你眼里，他们都是写字楼里黑色液体的制造者，但是乔丽，你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定义别人。最起码，同样作为一个外来人口的我，不会用这么恐怖的画面去形容自己的人生。在美国毕业之后，我来了一趟上海。那时候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回国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也就是那一次，我决定回来上海上班，因为我喜欢上了这座城市。或许在你眼里，我陆帆是一个为钱活着的人，可是，这很可耻吗？善良、坦诚、率真，这些是每一个人天生具有的特质，它能让你的自我感觉良好，能够帮你的人际关系加分。可是它不能够让你在上海活下来。你想要被这座城市接纳，你必须逼自己训练出一种后天的生存手段。而我的生存手段就是赚钱。我靠财富来保护我的善良，保护我最大限度的自由。当挣钱跟善良两个选项有冲突的时候，我只能势必先放弃一个。当你真正被这座城市所接纳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会为这座城市本身而激动的人了。即使如此，我问心无愧，我不会后悔，因为你知道这整个过程是很干净的，所有的选择，所有的努力都出自于你自己。我只是暂时放弃一些东西，去获得另外一些东西。在人生的独木桥上，保持平衡也是很重要的。可能我把梦想这个词看得太不可侵犯了。你如果只是把梦想供在神坛之上，它会离你越来越远的。你必须把梦想紧紧地攥在手里，让它帮你训练出你的生存手段。我记得当初我问你，你为什么想成为一名销售的时候，你告诉我，因为你想卖东西给需要的人，然后看着你卖的商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我很感动。这如果是你的梦想，你就应该坚定地走下去，你不能轻易放弃。可是王桂林他……王桂林的生存手段就是保住精通。精通保住了，他这个人才有生存价值。他不能够为任何事情或任何人放弃精通跟他自己的生存权利。这很难理解吗？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想告诉我就不问了。但是妮妮，我爱过你。就算你这么对我，我还是要告诉你，
我爱过你。我爱你3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是脏话，以后还是少说吧。来，我们一起干杯！干杯！再见。喂，何总，我刚跟乔丽谈过，我想他应该会暂时留在京东项目里头。嗯，好的，我这就去准备明天去江州的材料。嗯。我看大家都喝多了。各位，赛斯的吗？我们先走了。外头冷，先上车吧。哦，对了，涂金总监，你怎么走啊？要不要捎你一段？总监，那我们也走了啊。谢谢你啊。别客气。知道你会来的，因为牵扯到图景，咱们2个也算是战友。说了你可能不信，但即便今天这个男的不是图景，我还是会来，配合你演这场戏。才能觉得这个赞的世界还不应该被毁灭，因为有你，才不能被毁灭。你喝太多酒了，走，我送你回家。走。我哪儿都不去，我哪儿都不去。我喝。你别再喝了。我要在家问你。问你，真的。 如果有一天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变成了一个废物，一个该被回收起来的垃圾，你这么干净、这么完美的你，会不会也离开我？我不会的，我会把你捡回家，然后废物利用。行了，回家。行了。
我们结婚吧，结婚吧。什么呀？你该不是为了鼓足勇气跟我求婚，才在这儿喝那么多酒的吧？我没说过，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海恋情没对不起，我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求婚这事儿跟多长时间没有关系吧？我爸跟我妈认识15天就结婚了，那时候还算早婚呢。现在不过得好好的吗？我就是受不了你满嘴酒气跟我说那么重要的话。天然，永远都不能离开我。我现在只有你了，只有你。我周围的人都太脏了，太脏了。其实我也是脏的，但我有你，所以没有关系啊。因为我有你，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何总，您评估一下，您觉得王桂林同意这个提议的可能性有多大？从盈利的角度看，我提出的这个方案最为可行。如果王桂林犹豫，那就是他发现这个方案里，我们让京通再次陷入了被动局面。这样的合作，京通肯定要受制于赛斯和我们的外包公司。那您觉得咱们怎么说服他们？虽然王桂林和于志德不一样，但我相信人都是有控制欲的。我想我会给他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在京通成功改制之后，将成为股份制公司，所以我们的计划就是入股京通，由我们的外包公司来负责整个产业的资金调度，而赛斯仅作为软件供货商。这是目前来看能够最快帮京通找到7个亿资金的方式。如果您寄望是由赛斯单独投资的话，以外企的财务流程，肯定会将京通的改制无限期的延后。而如果赛斯是这样，SC 也绝对是这个情况。王团长，您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何总，这个方案确实很完美，但是这样的完美是建立在京通处于被动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这个方案有任何的风险，或者你们有任何的私心，那京通就会陷入严重的困局当中。这个您不用担心。首先，我们所有的合作都有合同作为保证，而且也是有法律效应的。这个方案一旦实施，就像上了高速公路了，没有退路，没有缓冲区。这种情况下，何总，单凭一纸合同，说实话，我心里不踏实。王团长，如果我们能成立外包公司，那么京通和赛斯就都会拥有股份。但是光以赛斯的投入，恐怕不足以长期支撑。要想靠外包公司的利润来维持这么大的投入，短期之内是做不到的。所以最终的方法是必须尽快通过券商融通上市。改制以后，您就是集团的董事长，京通外包也只是集团下的公司。但是，如果您想把企业做好的话，就需要把大家都绑在一条船上。
们俩都从赛斯撤出来了，你们留了谁来扛软件销售以后可能带来的风险和责任呢？乔丽。哎，好不容易休息，出去走走嘛。懒得动。不要这样好不好呀？谈恋爱这条道路走不通了，你就培养点别的兴趣爱好嘛，总不能让人生就这么给睡过去了吧？谁说我没有别的兴趣爱好？我的兴趣爱好还分静态和动态两种呢。我静态的爱好就是睡觉。那你动态的爱好呢？翻身。哎，是你的王厂长哎。其实陆凡跟你分析的那些没错呀，就算你不想和王桂林发展出什么男女关系，精通的单子你总得要的吧？精通的单子我是不会放弃的，赛斯随时派我去跟他接触，我都会去。但是作为普通的一男一女，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跟他恢复邦交关系。王桂林这么犹豫，您觉得是因为乔丽？有关系，但并不足以让他放弃这个方案。那他迟迟无法决定的原因是什么呢？您给了他一个这么好的方案，更别提这是一个一夜致富的机会。从这点上看，我跟王桂林可谓势均力敌。我们都不喜欢受制于人，不喜欢被动。王桂林最想要的，是处在主动的位置上牵制我们，而我想的，恰恰是控制精通。所以，就算我们给他再大的诱惑，也难以让他跨越这道心理障碍。那我们现在，你说说看。我想知道我的未来搭档，跟我是不是有足够的默契？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王桂林心甘情愿地处于被动，肯定有人可以，而且他还不得不领命执行。所以啊，我们还等什么？出发吧，反正都到江州了。索性啊，咱们就把附近的这些县市都转上他一遍。喂，你好。赵先生你好，我是 SC 的涂景。涂景总监你好，好久不见啊。前一段没这个需要，不过现在我得请你帮忙了。你说。我这里需要销售总监，非常急需。你看看你那边
有没有可以推荐到我这里来的人选？最近啊，正是拼开年业绩的时候，各家外企啊都缺销售。别说是外企了，现在就连很多民企也在花大价钱去挖销售人员。当然，您如果需要普通销售人员的话呢，我可以帮你问一问。但是，你这销售总监，这些外企里，你都没有买些线，帮你留意一下。赛斯的市场部我倒是挺熟悉的。像赛斯的市场部总监呢，最近干得不是很顺心，受了不少销售部的气。当然，前段时间我们还接触来着，他倒是有跳槽的计划。这个市场部总监叫什么名字？叫史蒂夫。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跟这个人见个面？当然可以了。谢谢啊。好的，再见啊。让王桂林来我这儿一趟。秃井先生是 SE 公司的销售总监。今天约我私下见面，不知道你有什么事情？史蒂夫总监是从香港来的，我呢是日本人。我们同是医生人，如果了解共同话题，我们一定是有很多的。不过今天我想和你聊聊贵公司的销售总监陆芳。我想他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敌人。听说啊，陆芳逼得你在赛斯工作很不开心，所以我有一个提议，我可以在 SC 的市场部帮你找到最合适的位置，待遇一定会比赛斯要好。作为交换，不知道史蒂夫总监在离开赛斯之前，帮我个忙。你说吧。在你走之前，你想个办法，让陆芳先离开公司，而且是非常不光彩的离开。还有，你既然是市场部总监，公司里各位同事的邮箱你都有吧？当然有啊。好，给我一份。我有什么理由相信你？毕竟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而已。史蒂夫，你应该知道公司最近的新进员工吧？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一个叫扎雅妮的女人？公司给各部门已经打过招呼，说销售部会有一个新员工过来的。她不光是我手下的最好的销售，也是我的女朋友。我甚至动过要和她结婚的念头，但现在她变成了陆芳的销售，陆芳的女人。这种事情只是说出口，都觉得是莫大的羞耻。何况我是亲身经历。史蒂夫，如果不信任你，我是不会和你说这些话的。有道理的。何成峰去周边省市考察前，是不是先带着方案来和你接触的？是。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么好的方案留在江州？你现在在做什么？你是在把这个机会拱手让出去？刘书记，如果同意了他们的方案，京通就会处于被动的位置。王桂林，你不能一切都以京通的利益为出发点去考虑问题。是的，你开始说要搞大，要把江州发展成一个产业链。我虽然有我的忧虑，但我没有干涉你。现在，
江州有了这个机会，你却又开始瞻前顾后。王桂林，你这样会让我很失望的。刘书记，我先得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信任，我也从内心的谢谢您，把我推上改制负责人这个位置。从改制启动到现在，我王桂林心里揣着就一件事儿：我精通这2000多号人，从改制当中能得到什么？于志德在的时候，我希望他能解决好。可当他不顾虑精通这些人的时候，我就不能在旁边置之不理了。现在我负责这件事儿，我不会像他一样。赛斯的方案是好，可它的风险也很大。一旦他们有什么变化，那我的这些工人又会再次面临失业停工的可能，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刘书记，您再给我一些时间。如果我想不出别的办法，我会自己请辞，把精通还给江州，不再过问。车叔叔，车叔叔，哎呀，陈医生，阿姨，你们要回家了？对，这几天给你添麻烦了啊，谢谢。哎呦，客气什么？车叔叔，回去以后你要多做一些复健的训练。你现在状况特别的好，用不了多长时间，应该能恢复跟原来一样了。你也是啊，要注意身体。回头我出来找你玩。阿姨，那我先走了，我还有点事儿。哎，到时候咱们电话联系。谢谢啊。去忙吧，再见啊，叔叔。哎，再见啊。陈冉。这段日子谢谢你啊。不客气，应该做的。我就祝你跟你男朋友一切都好吧。谢谢啊。行了，你赶紧回去吧，到时候咱俩打电话。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我来吧，你上车吧，妈。开车玩。各位，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件事儿，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们新来的销售车雅妮小姐。车小姐在销售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相信大家与她共事，都会收获良多的。大家叫我 Cherry 就好了，很高兴跟各位成为同事。还有2件事儿，我想就由何总来跟大家说吧。第一件事，关于精通这个项目，因为客户方面的原因，我们曾经暂时停滞了一些时间，但是现在，它要重新启动了。项目的负责人依然是乔丽。我希望大家能像过去一样，在他有需要的时候，给予他帮助。第2件事。是关于我自己的。从我受命来到赛斯中国担任总裁的那天起，我就给自己买了一张单程机票，因为我相信上海这座城市将是我这个华人最后的归属。在与你们相处的这段日子里，
我收获了很多，也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有了新的要求。我马上就要到知天命的年纪了，但你们的热情、你们的朝气、你们的拼搏精神，依然感染着我。所以我还是希望给自己一次洗牌重来的机会。于是我向总部递交了辞呈，希望我的这个决定大家能够理解。提前告诉你们，是不想让你们再经历一次上任总裁离任时的那种慌乱。在新任总裁到来之前，我恳请各位安心地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谢谢。那你参观认识一下环境。好。我们这边呢是按照产业还有地域来分这个座位。Aaron， 这个是我们华中区的小组长。Hi Charlie。你们这个之前肯定交流过很多次。对，好多同事我都认识了。对，你应该。你好。对这个都不太认识。那个车呀，你在那边混的还不错。哎，他来咱们赛斯干什么？嗨，蠢死了！像这种小捞女能在一个地方吃死啊？当然是找着新东家了呀，对不对？对。哎，别说那照片还真不错。哎呀，瞧你！から連絡が入った。人頭の案件検討してみるそうだ。本部は何と？まず第一に今期の営業ノルマを達成すること。中国全土において確実なる売上見込みを立てることにより人頭の案件が継続できる。土井君、私は君の能力を疑ってるわけではないが、だがね、何故某社人と茶屋には突然辞職したんだね。営業マン一人の流出がどれだけの損失を会社にもたらすか、事の深刻さを君は真剣に考えたことがあるのかね。私の部下はあいつら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まもなく全ての販売会議を招集します。気合を入れて全ての時間を会社に注ぎ、今期の数字を取り戻します。ジントンの案件は最初から最後まで我々のものです。私はこれに全てをかけてるんです。だからお願いします。信じてください。今の君の状況は非常に危うい。絶対に間違いを犯すな。たった一つの小さなミスでも君にとっては致命的だ。
わかるな。喂，哎，赵先生你好，我是 SC 的督警，我想离开 SC， 请在最短的时间里帮我找到合适的下家。涂井总监，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好，再见。再见。喂，你好，乔丽。Steve 找我。哦，好的，知道了。其实，乔小姐，我们应该挺熟悉的，毕竟有过那一次邮件上的来往。但是我们真正面对面，这还是第一次，对吧？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来告诉你，不要因为邮件的事情对我有防备，或者担心我会对你有看法的。我在外企了工作了这么久，我特别明白乔小姐当时的处境。在外企里，这么冷漠的生存环境里，你是对你的上司怀有感情，你信任他，你愿意去维护他，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之后的事情，我很为乔小姐鸣不平。你的信任，你想保护 Frank 的心情，并没有收到回报，你的真诚反而成为了你的一个弱点，而且被公司不断的加以利用，这是很不公平。Steve， 我不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受到过任何委屈，在我手上的单子始终是我的。你想要的只是一个单子而已吗？你是因为对 Frank 有感情，才会替他去做这么多事情，不是吗？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是市场部的总监啊，公司的大事小事，我都会看在眼里，只是不说而已。但是有一件事，我希望乔小姐不要被瞒在鼓里了。现在的车小姐和 Frank 有私人的感情，两个人很亲密的，所以呢，车安妮已经靠着和 Frank 的关系进入了到销售部里了。你有没有想过，以后销售部是什么样子的 ？Frank 掌权，车安妮获利，而你们呢？你们这些外人，只能靠着他们收风露出的一点小鱼小虾来填饱肚子的。我想，再有精通这样的大单子，恐怕再也轮不到乔小姐来负责了。你应该明白，如果你想在销售部站住脚的话，那么现在 Frank 和车亚妮之间必须走一个人。我们必须把他们结成的联盟打破，才能让形势有利于自己。小丽，这封邮件不会伤害任何人，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口气重新写一遍，然后再发送给总部。总部不会大动干戈的追究的，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声誉。唯一的办法就是让 Frank 低调自动的辞职，但是以他的能力来说，找到一家更好的公司去就业，真的只是分分钟的事儿。这里受益最多的人就是你。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是做销售的，不是写小说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凭空虚构一个故事出来。别着急拒绝我，你还是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你对别人善良，就等于对自己残忍。咱们不要做这么毫无意义的好人。后面的那张照片特别的温馨，希望生活中的您不是刚刚对我说那番话的人。这么个人怎么说来就来了？对呀，天天还拽得不得了，说曹，这就来了吗？哎呀，我说这种人呀，就是天赋异禀。哎，你说他是不是把咱们老大也搞定了，所以才跳槽来的呀？你小声点，回头他要是当了老板娘，肯定给你小鞋穿。对哦，不能让人家听见的。我知道了，下午见面再说吧。好了，拜拜。你看我陈医生呀，电话虽然已经挂了，那活儿啊还是电话线上拴着呢。陈医生啊，我们是不是快收到你和日本友人的罚单啦？瞎说什么呀？看看，电话才刚挂呢，短信又来了。我看你们干脆买个对讲机算了，还能省点话费呢。快去忙你的吧。上午省里开了个会，主要讨论的是针对赛斯想在我们省投资建厂这件事。我们的竞争对手很多呀，不光惠民市，其他的几个兄弟县市也非常想争取到这个机会。所以我们江州不可能把这样一个投资机会拱手让人。毕竟，赛斯和我们省有接触，是建立在江州市精通电子厂改制的前提上的。刘书记，我都跟您说过了，跟赛斯的合作，我们必须经过反复的论证，要把风险降到最低才行。我很认同你的想法，因为改制也好，改革也罢，都是建立在为人民谋福利的基础上，这没有争议。那既然没什么争议，您就别再逼我了。桂林呐，你我的位置不同，对你来说，什么程度的改制才叫做成功？一定是让每个精通人都有活干、有饭吃。你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手下的每个工人各自都是什么状态，所以你的目标一目了然。而我不同，全江州的总人口，今年统计的结果是284万。这284万人里，有多少人年薪过万，生活小康？又有多少人生活在温饱线下？我只能靠统计办每半年交给我的一个数字去估计。这些数字后面，我看不到每个人的脸。所以，你要负责的是精通厂子里看得见的2300号人，而我要负责的是全江州这284万人。除了你们精通的这些人之外，全江州的老百姓也在等待一个机会，等一个江州和外面接轨的机会。他们一直在等着外资商人的出现，
也盼着产业链建起来。因为如果一切成真，可能街边开饭馆的小老板都会迎来一次大商机。那您到底想让我怎么做吧？去一趟赛斯，跟他们好好谈一谈，表达出我们的诚意。明天就去。还没走啊？啊，我在等技术部的同事给我传 AM 软件的最新系统。请进。何总，好消息！王桂林刚打电话来说，他明天要来上海一趟，具体谈谈咱们的合作计划。太好了，看来我们的计划奏效了。一定是江州政府给王桂林施加了某种压力。那你抓紧时间准备一下。那您看，明天他到了以后，是直接请他来公司呢，还是找一个隐秘一点的地方？因为毕竟要跟他谈的不仅仅是赛斯跟京东的合作。不，以王桂林的性格，我们搞得偷偷摸摸的，会让他反感。明天的会还是在公司开，就你和我参加。好的。好，乔丽那儿稳住了吗？我跟他聊过一次，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我担心，如果他知道我也要离职的话，情绪上会有一定的反应。我看也未必。经过这段时间，乔丽也应该是有所收获。她考虑问题的方式也趋于成熟。毕竟之前，我们是把她置身于真枪真刀的危险当中，而这次，她面临的危险只是假设。我想，她应该有勇气去赌这一把。希望如此。那我先去准备明天的材料。我想我回家也没什么事儿做，就留下来加班了。我就知道何总请你来，绝对是一本万利。觉得赛斯的工作环境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啊，每一个员工都非常的轻松，跟 SC 不太一样。SC 他每排座椅的正前方都能看到科长的办公桌，因为他隔板设计的都很低。公司还美其名曰说是促进同事之间的交流，其实是方便科长监督吧。你也知道，我在 SC 干过。我觉得越是喜欢约束员工个人自由的公司，越喜欢把公平平等挂在嘴边，写在员工手册里。你在赛斯会很愉快的，相信我。你比我还有信心啊！我们都是触过底的人，都知道水有多深，所以你在赛斯可以稍稍的放轻松一点，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冲刺了。我会陪着你。
喂，小孙，车我开走了，我要去一趟上海。您认识路吗？啊，认识。行了，就这样，挂了啊。哎，还有期快上哪儿去？对不上啊！又算账呢？嗯。这还没结婚呢，把自己弄得跟预备役家庭妇女似的。废话，不把每天花销算清楚怎么行？收支不平衡，人生怎么能平衡啊？快去洗澡，别打断我对账的思路啊！好，好，好，你好好算啊，争取明年凭这个本事跳槽到普华永道去。哎，洗发水省省，护发素什么的就不要用了，冲冲就好了，又没人要摸，搞那么滑手没用的。烦死了。喂，小丽，你听我说啊，你先别急着挂电话，我现在就在你们家楼底下，你下楼，我有事跟你说。你听着啊，你要不下来呢，今天晚上我就会在这儿死等着，啊，而且等呢，我也不会老老实实的等，有必要的话，我会考虑是不是一直按着喇叭鸣笛，直到你们房东把你轰下来为止。你考虑清楚了。要不要因为自己简单粗暴的拒绝见我而骚扰四邻？你有什么话要说，你就跟我说好了。乔丽要是不愿意见我，那就算了，我就在这儿等着。有些话跟你说不着。哟，王厂长，人家大作家写篇稿子。出版前还要编辑先帮忙审一审，更何况凭我跟乔丽的关系，有些话他不应该听到的，我当然有义务帮他挡着了。我就怕你们这些小姐妹。你说现在好好的和平年代，俩姑娘家的天天讲什么兄弟义气，没这必要吧？在上海，我们两个人都无亲无故的，亲人指望不上就算了。遇到一个陌生人，要想掏心掏肺的跟人家相处，可最后还总是被摆了一道。你说，要是我们两个人，那再不讲义气，这日子也过得太无所谓了吧？本来呢，还想替您传个话，但看您这态度，那就算了吧。你愿意摁喇叭你就摁好了，反正让自己的女人混到走投无路，你好像挺擅长的嘛。哎，你等等。不是你这两句话，说的我全身冒虚汗啊，好像我把乔丽怎么着了似的。行，跟你聊也成，但你得把我的话传给他，啊。行吧。王厂长，听说你有个儿子，那就是结过婚了？对，合法生的，离婚3年前的事儿。为什么离婚？这事儿说起来话可就长了，总之是过不到一块儿呗。今天开来的车是公家的吧？是。房产的话，也只有一套京通的房子，面积还不是很大。除了京通开给你的工资，你就没有别的收入了？你偶尔卖卖报纸，啊，也能挣一笔。您今年多大了？40啊。所以你称呼我为您，我还受用得起。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吧？定期做体检吗？没有，但饭量依然很大，也不失眠，高血压、糖尿病都没有。
哎，要不要我给你个鸟样？你找人再查一下。王厂长，你看，你年纪比乔丽大这么多，还有一孩子，又没什么钱，脾气又不好。按说以你的条件，要想给自己再找一个老婆，你真的只能在报纸上登个小广告碰碰运气的。可我也不明白乔丽为什么就猪油蒙了心的觉得你是个潜力股。我跟乔丽认识这么久，我只见过她2次崩溃的样子，一次是2年前和相处了5年的男朋友分手，还有一次就是你把她给骗了。所以王厂长，我想提醒你，你和乔丽之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见1、2次面就能解决的。你心里明明很清楚，她是赛斯的销售，你是精通的厂长。如果在公事上，你是要把乔丽当作敌人来防备的。而你，王厂长，以精通现在的局面，政府的紧张程度，你根本就是走到刀尖上，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和于志德一样的下场。那么，现在这样的你，又有什么能力去保护乔丽？你离她越近，她受到伤害就会越多，而你也会被泼上一盆盆脏水，怎么洗也洗不清的。等等，说好了是你替我传话的，怎么这么快就给我下了结论了？你有什么要说的，你就现在说了吧。你说的这些没错，都是事实。但不管怎么样，都阻止不了我要保护乔丽的心情。我这次来找她就一件事儿，我想让她辞职，让她离开赛斯，离开京东的项目。好笑的嘞！你们男人不管有钱没钱，能力多少，只要自己女人在做的事情和你们有冲突，第一句豪言壮语就是“辞职吧，回家我养你”。这句话，如果你当着乔丽的面说，她是要恨死你的。凭什么呀？啊，凭什么有大脑有四肢，也是爹妈带着希望养大的好端端的人，就要为了你一个金屋藏娇都藏不起的人，放弃自己的私人生活？人太自信会变搞笑的，好不啦？站着！我听你唠叨半天了，你也得听我把话说完吧。行，说吧。我让乔丽辞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因为赛斯内部，你们何总还有陆帆他们有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他们要把乔丽扣在赛斯，来承担京东项目未来几年里所有的风险。这个计划我无法拒绝，因为对京东有益，但我又不能赌上乔丽。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求人。但我求你一次，一定要把话给乔丽带到，让她离开赛斯，离开这些危险。因为和赛斯签合同是随时的事儿，我不能让她蒙在鼓里。最好是你能让我见乔丽一面，我会当面告诉她，这里边风险有多大。如果她实在不愿意见我，你就告诉她，我会一直在楼下等着。到明天你们总得上班，总得下楼吧。你去哪儿了呀？哎，你看到我电话了吗？乔丽。王桂林在楼下，我刚刚和他见面来着。你还是下楼见见他吧。见了他说什么呀？他肯定就是解释解释他上次为什么那么做。我要是问他，以后还会不会那样对我了，以他的立场，做不出任何保证。
查理，你从赛斯辞职吧。你说什么？何晨风决定要辞职了，你知道的吧？那陆凡很快也要走了，你知道吗？何晨风和陆凡准备成立一个外包公司，入股精通，自己单干，所以到时候赛斯这里负责顶雷的就只有你了，乔丽。外包公司、精通、赛斯这三方出了一点问题都要跟你问责，所以王桂林这次赶来不是要跟你解释什么，他想尽全力通知你这件事，他想保护你。而且乔丽，我也希望你这么做。陆凡临走还是把你最终定义成了一个炮灰，这样的上司和公司，你根本就没有效忠的意义。把工作辞了，可能是有点可惜，但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乔丽，这次你就听王桂林的吧。下楼跟他说，同意辞职，然后再好好把他骂一顿，告诉他以后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来骗你了。这样的日子，想想都会比现在要顺利的。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争取成功的过程当中必然有得有失，要真的去干了以后才知道胜败结果。现在都还没开始呢，跟谁要保证？上哪要保证？你想要被这座城市接纳，你必须逼自己训练出一种后天的生存手段，而我的生存手段就是赚钱。我靠财富来保护我的善良，保护我最大限度的自由。当挣钱跟善良两个选项有冲突的时候，我只能势必先放弃。为什么这么想做销售？每件事尽了自己10分的力，就能得到10分的回报，而销售就是一份这样的工作。我需要随时让自己准备应战，用尽全力去争取，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才能得到丰厚的回报。我想去拼杀，而不是渐渐地成为一个没有痛感、没有效率、反应迟钝的职场橡皮人。上车，外边等。你现在还是我的客户，
所以我不能上你的车。那蕊贝卡没跟你说吗？说了。怎么？还想不通？小李，我不是强迫你要放弃这个单子，我只是觉得这么做呢，对你我都好。至少我们不用再隔着玻璃说话。你可以上我的车。我要继续做精通这个单子的销售，我要成为在合同上签字的那个人。你知道你签过字以后，在未来几年里，你要承担什么样的风险吗？很清楚。我记得陆帆曾经跟我谈过一次话，他的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我不能去定义别人的生活，因为我没有资格决定任何人的生存方式，所以反过来，我也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决定改变我前进的路径。卖 AAM 软件给你，让精通的工人生活得到改变，让他们看到精通改制成功，这就是我前进的路径。跟陆帆无关，跟你无关，所以也跟我那些有可能背负的风险无关。这事儿只和我自己有关系。明白了。可能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要顶着风险前进。我要做一个好销售，你要成为一个好厂长，这才是咱们俩互相保护的最好方式。你想没想过，你签过字以后，你就会处于被动的境地。这不单单是你独善其身的事儿，而是整个计划必须规规矩矩地进行，你才能够安全。我愿意赌一次，因为在履行这个计划的人里，除了赛斯，除了陆帆和程峰他们，还有你，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的。如果我的信任是一张信用卡，那么陆帆和程峰他们已经把这张卡用透支了。但是王厂长，我愿意永远给你最大的额度，因为我相信你不会浪费它的。我还是会想尽办法来保护你，保护你销售员乔丽。我要让你好好的活着，一直活到可以做王桂林女人的那一天。我不会放弃你。我也愿意等等看。所以你现在还是王厂长，不能等在女销售的楼下。因为在私人时间里面，我们没有太多的理由见面。熬到了。回去吧，外边冷。Please proceed forward via the open door. 来，这边啊。
今さらどうやって君にチャンスを与えろと言うんだ。営業部に行ってみたまえ。人っ子一人いないじゃないか。君は営業部の責任者として一体何をやっていたんだね。まさか SC は上海外資民間企業の営業マンを無料で育成する会社なのかね。君が我が社に与えた損害は非常に大きい。私はこの事実を本部に報告する義務がある。君にはそれなりの責任取ってもらうからな。それに私は君のとばっちりを受けるのはごめんこむるよ。それはないだろう。おい、お前よく考えてみろ。俺はここ数年 SC にどれだけの功績を残した。ああ、俺の行動を思い出せ。これぐらいのミスは補うことはできる。すぐに人材紹介業に電話する。あんたには迷惑をかけない。頼む、守ってくれな。俺にはもう金がない。この仕事が必要なんだ。頼む、電話しないでくれよ。この通りだ。頼む。土井君、君まだわからないのか。我々はただの金儲けの道具に過ぎないんだよ。パソコンやプリンターと同じように使用期限があり、使用済みになれば解雇される。よって私は君をかばう気など毛頭ない。かばう気もないがな。私にできることはリスクを最小限に抑え、問題を回避することだ。すまんな。哎，师傅，拜托给你的事怎么样了？应该问题不大。现在的销售部已经乱成一团糟了，而且公司里的何成峰也要退休。我也已经跟巧丽说过陆凡和赤安妮之间的关系，所以我相信现在的巧丽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再去帮陆凡，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和我合作。哼。除非他天生喜欢被欺骗的感觉。那就好。史蒂夫，陆凡一定要走。除此之外，我希望你帮我打通关系，让我可以到赛斯去工作。什么？对，计划有变，你可以跟总部暗示。说，我是会带着关于 SC 的内部情况过去的。他们一定会希望。涂景，我们之前这次合作的前提就是，你答应帮我在 SC 搞到一个市场部的位置，而我呢，我帮你清理走了陆凡。但是你现在又不打算在 SC 待着了，你说我怎么办？你太背信弃义了吧你！史蒂夫，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啊，不用我说那些废话，做那么多解释。看来我高看你了啊！你自己动脑子好好想想，钱是在哪里都可以赚的。公司信任这有什么关系啊？你在赛斯待不下去是因为销售部的总监是陆凡，如果总监换成了我，那你的日子难道会和现在一样吗？吴国忠，你不管上班的时候会开心，甚至你睡着的时候都会笑着醒过来。
明白吗？好吧，不过陆帆走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么来，我还要想想办法。我们先这样吧，回头再联系。请问，金兰医生在不在？他不在。陈医生申请去青海做援助医生了，刚刚出发去北京培训。为什么？他有没有受威胁？本来名单没有他，是他自己要求的。也就是昨天的事情吧。谢谢。不客气。先生，先生，先生，你是陈医生的那个日本朋友吧？是。他有东西要交给你。谢谢。涂景，你见信时我应该已经离开了。我很想原谅你，所以我必须完全忘记曾经遇到过你。我要把被你弄脏的部分洗干净，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救别人的生命来自救。但你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人，不光是在我的生命里，对车小姐来说，她应该也很后悔遇到过你。所以，医术再好的医生，大概也不清楚该如何救你。你好自为之吧。希望不会有人再被你弄脏他们的生命。肮脏如你，不配拥有任何美好事物。喂。你说什么？好，我知道了。看到的就是未来3年咱们的合作发展方向以及规模。这个前景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非常清晰。王团长，您还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一起分析一下。对合作前景没什么疑问，我唯一担心的还是风险方面。是。关于风险，我的确不能保证，在今后的发展当中，我们会万事顺利。在商业市场运作，有的时候，并不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的问题。当风暴来临，海面不太平，就算你的驾驶技术再好，也是要赌一赌运气的。不过，我和陆帆总监会给您一个最起码的保证，
就是我们会尽全力的去规避风险，因为合作的成功与否，与我们自身都是息息相关的。这样吧，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再好好想一想。最晚明天，我给你们答复。好。其实你大可不必这么远跑一趟，因为你的下场早晚会和我一样，所以不用着急看我的笑话。不贪的官不一定就是好官，老百姓最恨无能的官。按照你的计划，京东早晚会毁在你手里。你说到时候你不来这儿，你还能去哪？看着你还挺有精神，我就放心了。我知道你要来嘛，肯定要养足精神。我顺便告诉你，托你王桂林的福，我于志德终于过上了踏实的日子。我现在过的才是人过的日子，每天都能睡踏实觉，不像以前，梦里都在走钢丝。可是，我把位置腾出来了，让给了你，你马上就会过上我以前的日子，好好享受。是福是祸，都是你拼了命从我手上抢去的。等回头你进来了，千万别抱怨。我到今天才明白，我们俩走的路从来都不一样。从什么时候开始分道扬镳的，我一直都没想清楚。你没想清楚，那我来告诉你。官场上的路只有一条，咱们俩一前一后的在这条路上走，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在冲刺，你在散步。这条路上到底有多少坑，多少陷阱在等着你？一不小心就会栽跟头。这些坑是谁挖的呢？咱们不用揣着明白装糊涂。起码我于志德栽跟头的这个坑，是你王桂林挖的，坑是你自己挖的。我曾经试图要拽你一把，但是你躲开了。可我就是不明白，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让我们俩在这种地方见面。很难理解吗？都到今天了，就别装清高了。其实这个道理谁都明白。我给你打个比方，
冰箱里有块肉，肥肉。现在政府要求把这块肉端出来，用双手捧着，放到太阳下面去晒一晒，然后再原封不动地放回冰箱。就这个过程啊，我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精力。当然，那块肉我是没资格动啊，怎么拿出来的，还得怎么放回去。可是我落什么了？我得到什么好处了？除了那蹭了一手的油。那油脏吗？脏，沾在手上难受吗？难受。可是我不舍得擦，那是我付出辛苦赚来的。当你手上蹭的油多了，你就不会嫌自己脏。当油不够打伤你的时候，你自然就开始惦记那块肉。不管我动没动这块肉啊，我对精通做出的决定，从来都是正确的。我不像你，你的理想主义，你为精通设计的那张宏伟的、实际上虚伪的蓝图，根本不可能实现。你根本想象不出实现那样的蓝图的难度。而我呢，我做的是医生的工作，我要把所有的资源整合，尽可能的救精通一命。如果精通电子厂注定要从市场上消失的话，那我要做的就是让精通这2个字换一个意义，换一个身份，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不管我谈多少钱，对精通改制，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做错。志哥，还记得你刚接手精通，我跟你说过一句话，我说玉志德，就是因为你，我才愿意放手，把精通全盘交给你。换做第2个人来，我不会撤，因为我不放心，精通就是我的命。可你一直的就这样来回报我对你的信任。咱们2个最大的不同，是我把精通看成一条一条人命。这7个亿不是油水，是血，所以我不敢碰，也不能碰。而精通在你眼里就是一堆数字，可大可小，甚至可以一笔勾销，所以这7个亿就成了你到这儿的敲门砖。王桂林，我替你不值。我知道，搭上你，对我来说，这件事已经没有胜利可言。要是没有那7个亿，该有多好！时间到，我起立。桂林，桂林，你一定要注意啊！赛斯那些人，他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你千万要注意，不要让他们把你拖到那种进退两难的路上，懂吗？我会找到一个牵制他们的方法，再和他们进行合作。世界上所有的合作，都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游戏。
就像咱们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从队友变成了对手。如果你想确保队友不会变节，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队友的对手也一起加进来，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提防，这样你就安全了。明白？志尧，在里边多保重。一来我就跟你说了，你想象不出我在这里边过的日子有多舒服。反正你一时半会儿过不上这样踏实的日子。世界上所有的合作都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游戏。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队友的对手也一起加进来。喂，卢总。我考虑好了，我们可以开始合作了。这2天我安排一下，你们来一趟精通，我们把合同签了吧。小丽，坐吧。精通的单子敲定了，这2天我们就要出发去漳州签约。晚上你先把合同看一下。还有一件事儿，我想提前告诉你，就是合约签订以后，我就会从公司离开。我已经知道了。你不要被想象的风险吓到，你也不需要紧张。陆帆，我会一直留在赛斯的。看着 Steve 离开的背影，乔丽问自己，在赛斯这样的地方工作，自己到底该坚持些什么，才能撑到功成身退的一刻？像 Steve 这样的人，抹杀掉所有底线，只为了换回更多的利益，但最终却也输给了利益。而自己和陆帆呢？他们在精通的这场战役里，也走了很多的弯路，也遭遇过底线和金钱的内心博弈。在未来，他们也许都该放慢脚步，努力找回最初那个坚定不移的目标和方向。
土井、お前には技量も度胸もある。だがいつも敗れる。なぜかわかるか？それはお前に斬新がないことだ。斬新とはな、相手に反撃のチャンスを与えるということだ。お前の攻めは弱い。よくそこを理解するように。先生、私はもう立ち上が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んですか？これが真剣の勝負だったらな、貴様はもうすでに敗れている。一個と半人と化す。お前らもそのことをよーく考えるように。也不是激动，感觉像是追了一部很长的电视剧，终于到了结尾了吧，又有点舍不得。说的这么事不关己，就算是电视剧，你也算是女一号了，好吧？说正经的，生字笔准备好了？你第一次正式签单，字都应该好好练练的。我准备你干嘛呀？京通那边肯定有啊。那送你。特意给我买的。你第一次正式签单吗？正式一点，博个好彩头。以后呢，就用这支笔签更多的单子吧。何总，哎，都准备好了？是。我们出发吧。乔丽啊，提前祝贺你。欢迎。啊，陆总，你好。欢迎。这一刻，乔丽突然觉得，这一路走来，再多的委屈，再多的困惑，曾经被牺牲的忠诚、信任和单纯，换来现在这样的一刻，都是多么的值得。他看到的，就是自己的梦想的最大现实化。他看到的是一个个人在等待自己将要带给他们的改变。这个7亿的单子进行的艰苦、曲折，但他必须感谢自己的生命中，曾有过这样的时刻。
雅尼，你到这儿来干嘛？ごめんな、悪かった。俺が悪かったんだ。俺が悪かった。涂警先生，麻烦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尽快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整理一下。你知道吗？我经常看着广场里的这些人在做游戏，我很好奇他们的生活，那种千篇一律的生活，每一点都是前一点的复制品，但他们自己最开心。为什么？人为什么要重复有那样的生活？涂警先生，我在日本的家就是那样的，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但其实那种生活里面，外人看不到的地方是坏的，只是谁都不愿意承认。我不能回日本，那里没有我的家了，已经没有了。我们要重新留下，我不能够平凡的生活。涂警先生，你能稍微快一点吗？马上就好。
冒昧的问一句，为什么 SC 的总裁高木先生也会出现在此？我也邀请了 SC 入股京东。以后呢，你们的外包公司负责提供硬件设备，而 SC 负责提供针对你们的硬件的售后服务。在未来的几年里，你们两家公司要互相合作，大家互相监督，可以让错误出现的几率降到最低。好。我说过，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保护京东，保护你。哎，我是。说什么？喂，杨妮，你说。涂景跳楼自杀了。什么？先生，你好。请江州市市长刘启明、京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桂林鸣锣开市。好了啊，大家现在到操场上集合，一会儿是探视时间了啊，快走吧。是新任副市长李强参加京东集团有限公司的上市开锣仪式。昨日上午，报告。我市第5届杨梅采摘节。陈警官，我托您帮我找的人断琴是吧？我们很认真地帮你查过了，可是都是查无此人呐。哎，你还有没有其他亲属啊？我们可以再帮你联系联系。你在这里表现不错，让亲友鼓励一下你，相信这对你心理改造还是有帮助的。其他的人我就不想讲了，都无所谓了。走吧。王长，谁能想到，咱们京通也能有这么一天？前程无忧这样的大招聘网站，都为我们做专场招聘。把人才招进来，就要对他们负责。陈江，以后你负责这一块。我想你一路怎么走过来的，应该还历历在目。要保护好这些愿意为京东尽力的学生。你曾经的困惑，不要让他们再经历了。王长，该回去了。走吧。
今天啊，是精通改制3周年的日子，同时，也是精通电子集团上市的日子，值得纪念。从改制开始，精通这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其中的跌宕起伏，在座的每一位和我王桂林都一起经历了。在过去的3年。 我相信每一位精通人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来帮助精通度过改制后的危险期。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精通正式进入了新的生命历程。我刚来这儿之前呢， 去了一趟招聘会的现场，那儿的景象让我感到很欣慰。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希望到我们精通来工作。我所欣慰的，不仅是将有大量的新鲜血液流进精通，而且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我们精通 已经成为他们择业的一个上佳选择。我们终于和外企站在了同一个竞争平台上。今后的路还很长。虽然我对精通有太多的不舍，但是我王桂林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正因为对精通有太多的感情，才逼得我不得不把它交给一个更适合的人。让我们来欢迎精通新任总经理杨家宏。王厂长让我受宠若惊啊！谢谢王厂长，也谢谢精通，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还是个年轻人，所以我具有年轻人特有的敢于冒险的精神。在我眼里，无论精通的历史多么悠久，它都和我同龄，我们一样年轻。所以我愿意为精通奉献我的青春。 我也敢向大家保证，只要有机会，我会为精通奋斗一生。我还想告诉王厂长，我一定不会辜负他对我的期望。我希望，我也相信，大家会和我。 精通新的绘画。王厂，去哪儿？你不用跟着我了，准备开始接送杨总了。那我今天就站好跟着您的最后一班岗。您去哪儿？我送您。好吧，我最后享受一次精通的福利。送我去趟上海。好。 王
告诉我，为什么想到赛斯来做一名销售员？因为我喜欢买东西。喜欢买东西？我喜欢买东西，有时候去逛街会莫名其妙的买一大堆东西回来，整理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并不是那么需要它们，我就开始检讨自己，为什么当时会觉得非买不可呢？后来我才明白，是因为买它们的时候我有一种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就是当时的销售带给我的。销售卖给我的不仅是产品，而是让我看到了拥有这个产品之后，生活将会有一些美好的改变。所以，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带给别人幸福感的销售员。强力总监，楼下有人找。干嘛？你这算是净身出户啊？没错，我现在就是穷小子一个，两手空空，只能来投奔你了。还穷小子，把自己说那么年轻呢？就是不年轻了，所以才着急找你商量个事儿。来这一路上啊，我就在想，你看啊，我这年纪也大了，这脑子和精力也比不上你们年轻人。让我再谈一场恋爱，爱得海誓山盟、撕心裂肺的，挑战实在是太大了。你什么意思啊？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说这些啊？所以我跑来跟你商量一下，你说咱们两个能不能跳过那些相互探底、市场调查、讨价还价，直接进入签合同阶段？你太没诚意了吧你！我没诚意。行，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诚意。干嘛呀你？强买强卖啊！开车。去哪儿啊？咱俩今天啊，都把诚意拿出来，一人出9块钱注册资金，去把这终身制合同给签了。现在？我还没想好呢，我还没想好要把一辈子套牢在你身上呢。我不去，停车停车，小孙。当初可是你说的，什么时候咱俩不再是客户和销售的关系了，你就会死心塌地的上我这辆车。那现在我也告诉你，我这车上来就没那么好下去了。梦渐渐的遗忘，落在某个地方。我学会了忧伤，也丢失了翅膀。你给我了希望，我只能够埋藏。我想象幸福